太平洋战争第12篇，日本舰队入侵阿留申，占领2个小岛，想掩盖中途岛惨败，驾机迫降荒岛惨送命，却意外给美军提供分析灵战的机会。美军反攻登陆阿图岛，日军抵抗失败，竟选择集体玉碎。前情提要：一提到太平洋战争，大家脑海里马上浮现航母对战或者陆军在热带岛屿上的厮杀。然而1942年6月至1943年8月，美日两军在终年没有夏天的阿留申群岛展开了规模不大却影响深远的厮杀。如果说珍珠港被偷袭是美国历史上的污点，那么丢失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与基斯卡岛一度也让星条旗脸红。于是日本人想占领这2个岛，掩饰中途岛的惨败，而美国人明知道这2个岛价值不大，仍然必须克服艰难险阻收复国土。更妙的是，日军进攻阿留申群岛，竟意外送给美国人一份大礼，成为扭转中太平洋战事的一把关键钥匙。阿留申群岛如同从阿拉斯加半岛深入北太平洋的一串明珠，似乎一个巨人可以踩着这一连串小岛，从美洲直接走到亚洲。尽管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去光顾这些小岛，但1942年4月，当日本海军参谋在太平洋上的新攻略时，目光自然落在了阿留申群岛最西侧的阿图岛与基斯卡岛。在日军高层看来，控制这2个小岛首先能阻止美军借阿留申来进攻他控制的千岛群岛，而日军则能威胁整个阿拉斯加，在岛上机场部署陆基轰炸机，甚至可以攻击美国西海岸。同时攻下中途岛后，日军就能形成对珍珠港美军2个方向的夹击，彻底限制美军在太平洋的行动。因此军令部要求联合舰队在执行中途岛战役时顺便攻下这2个岛。山本56和幕僚满口答应，于是在决定性的中途岛战役中，日军竟有3支舰队被分配到距中途岛达3000公里的阿留申群岛。角田觉之指挥的第2机动舰队下辖1万吨龙香号航母与2万吨隼鹰号中型航母，共携带40架零战、21架97舰攻和21架99舰爆，还有细宣雾子郎的第5舰队和高须四郎的第1舰队。水面战舰共有4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以及24艘驱逐舰。尽管日军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能掩护突击中途岛，但在美军破译日军通信密码后，此举实际上反而分散了日军兵力优势。1942年6月3日天亮，日军出动35架舰载机空袭阿留申群岛最大居民点荷兰港，随后日军又发动2轮空袭，美军战机反击日军舰队。哪知6月4日下午，联合舰队司令部突然命令第2机动舰队南下，试图扭转中途岛败局。但当山本56明白中途岛攻略彻底失败后，为了向国内交代，仍下令继续攻占岛屿。于是6月6日，日海军武赫第3特别陆战队登陆基斯卡岛，俘虏岛上气象工作站10名人员。第2天，北海支队登陆阿图岛，俘虏岛上37名土著以及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专注中途岛战役的美军根本没料到日军会对这2个气候恶劣的荒岛感兴趣，直到6月10日例行侦察机巡逻时，才发现阿图岛与基斯卡岛已被日本人占领。事实上，由于中途岛海战失败，加上双方注意力重新转向西南太平洋，日军阿留申攻略彻底失去了意义。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高层发现，占领这2个小岛可以在国内公众面前掩盖中途岛惨败，于是大肆宣传日军占领美国国土，同时尽可能向2个小岛增兵。然而让美日双方都没料到的是，日军对荷兰港那不到半天的空袭，却意外替美军送上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大礼——零式战斗机。原来在6月3日从龙香号航母起飞的飞行员古贺忠一，要特别说明，并非后来担任联合舰队司令的古贺丰一，在驾驶零战执行空袭任务时，油箱被美军防空火力击穿，被迫寻找岛屿紧急迫降。古贺最终发现了阿库坦岛，但当他放下起落架准备降落时，没想到前起落架陷入沼泽，整架战机当场翻覆，机身倒扣在地。古贺丰一在迫降过程中应变明显失当，头部重撞上仪表板，颈部严重扭曲，当场丧命。这一幕其实被另一名日军飞行员小林实从空中亲眼目睹，但他回报上级时却表示古贺已经机毁人亡，战机也完全损毁。日军高层因此未再追查，这架零战也就这样被遗忘在荒凉的阿库坦岛上。
然而5周之后，一架美军巡逻机在例行飞行时经过该岛，意外发现了一架倒扣在地上的零式战斗机。美军立刻派员登岛查看，惊讶地发现，由于当地纬度高、气温低，即便已经过了数周，古贺中一的遗体依旧保存得相当完整。更让美军欣喜若狂的是，这架零战除了油箱破损以及翻覆造成的局部受损外，整体结构几乎完好无损。于是美军迅速将这架零战运回加州圣地亚哥海军航空兵基地，并召集大批航空工程师与试飞员，对这架活教材展开全面研究。美军王牌飞行员桑德斯上尉总共进行了24次试飞，在修复后的零战上逐一验证其飞行特征。结果很快发现，零战虽然在低空机动性极佳，但一旦拉升到高空，副翼操控就明显变得迟钝，机动性能大幅下降。此外，专家也发现，零战为了追求极端轻量化，整体结构强度偏低，在高速俯冲状态下，机体极容易发生解体。再加上化油器本身的设计缺陷，导致发动机在俯冲过程中经常出现供油不稳，甚至直接熄火。更致命的是，整架飞机几乎没有任何防弹钢板，机翼油箱也未采用橡胶刺封设计。这意味着美军只要在机枪弹链中加入燃烧弹，就能轻易引燃油箱，将零战击落。坊间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缴获了这架零战，美军才研发出 F-6F 地狱猫战斗机。但事实上，第一架地狱猫原型机早在1941年7月30日就已经首飞，量产型更是在1942年6月开始大规模下线。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美军透过研究这架零战，确实总结出了一套极具针对性的对抗战法。那就是无论是地狱猫还是其他美军战斗机，都绝对避免与零战进行近距离缠斗，而是充分发挥自身速度快、俯冲性能强的优势，先占据高空，提前设伏。一旦发现零战，立刻高速俯冲，打一轮火力后迅速拉升，再重新爬高进行下一次攻击。当前线盟军飞行员全面掌握这种战术之后，曾经不可一世的零战神话也就此正式破灭。尽管在1942年6月之前，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存在，可日本人占领了这2个岛屿后，天天在国内报纸上宣传，称已把太阳旗插在了美国国土上，这让美国人十分愤怒。国内舆论不断要求军方收复失地，抹去星条旗上的污点。但美军认为所罗门群岛战场更为紧迫，因此暂时只对2个岛进行海空封锁。直到1942年3月，战局稍微平稳后，美军参联会才决定收复失地。在3月26日的科曼多尔群岛海战中，美军舰队成功击败了由细宣悟子郎亲自指挥的日军增援舰队。2个小岛上的日军从此只能靠潜艇获得少量补给，细宣悟子郎也因怯战而被罢官。本来美军计划先收复基斯卡岛，再收阿图岛，但侦查发现基斯卡岛上的日军人数远超阿图岛，且已经修筑了相对完善的防御工事，再加上其他战线紧张，无法提供足够运输船支援，美军只好修改计划，先派陆军第7师搭乘5艘运输船收复阿图岛，待兵力增强后再收复基斯卡岛。1942年5月11日，在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以及19艘驱逐舰的强力火力掩护下，美军第7师侦察营与第17团第1营在阿图岛东北部登陆，第17团其他2个营和第32团则在东南部登陆。美军计划很简单，南北2路部队先向岛屿中部推进，完成会师后再向西横扫日军。由于大雾掩护，日军直到第2天才发现美国人已经打回来了。尽管登陆美军高达 1.1 万人，装备大量火炮与车辆，岛上日本海陆军总兵力仅2665人，重武器只有8门75毫米高射炮及6门75毫米山炮。美军很快发现此战真正的敌人不是日军，而是恶劣天气与解冻的冻土。日军已提前在岛上山脉制高点构筑防御工事，美军却得爬40度斜坡艰难推进，再加上冻土解冻后的泥泞，重型装备难以移动，修筑掩体也异常困难。战壕与伞兵坑里渗出的水寒冷刺骨，大量士兵因此冻伤。
战前美军计划3天收复阿图岛，但打到第3天，南路美军仍在马萨克山谷与日军苦战。到了第7天，愤怒的美军高层下令撤换指挥，第7师师长布朗少将被免职，兰德勒姆少将接任，并投入预备队支援战斗。此时日军弹药耗尽，又孤军作战，可用兵力逐分钟减少。美军终于在17日完成会师，并在25日将日军压缩到齐恰戈港附近。到了这时，阿图岛日军最高指挥官山崎保代大佐已经清楚，本土不可能提供任何增援，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在这些受武士道洗脑的日军眼中，投降是奇耻大辱，明知牺牲也改变不了战局，他们仍要为天皇尽忠到底。而美军见大势已定，前线部队也不免有些松懈，决定在5月29日天亮后对日军发动总攻，因此对前线兵力进行调整。却出现了重大纰漏。29日凌晨3点，就在第一线美军要么熟睡，要么在哨位打瞌睡之际，包括大量伤兵在内的1000名日军手持步枪，甚至用木棍绑刺刀，高呼万载，发起了决死冲锋。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日军却愈战愈勇。他们攻占了一个野战医疗点，除1名美军伤员外，其余军医与伤员全部遇害。日军还试图夺取美军物资囤积点，想用缴获的重武器反击。幸好危急时刻驻扎附近的300名美军工程兵拼死力战，终于阻止了日军推进。山崎保代大佐也被打得伤重，其余日军见进攻失败，只得撤退。惊魂未定的美军士兵也不敢贸然追击。天亮后，美军才离开掩体，小心翼翼地进入山谷搜索残敌。映入眼帘的却是宛如地狱的景象。失败后的日军士兵竟然聚集在一起自裁。缴获的一本日军军医日记显示，在最后的万岁冲锋前，日军已先行杀害大量伤员。5月30日，岛上日军全部肃清，仅有1人投降被俘，和27人自杀未遂，其余全部战死。美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共有549人阵亡，1148人负伤，另有2000多人因低温丧失战斗力。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日军高层得知阿图岛日军全军覆没后，竟然丧事喜办，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登出全员玉碎。之后每当日军成建制部队被歼，日本报纸就会宣扬该部队全员玉碎，进一步蛊惑国民继续为所谓荣誉替军国主义充当炮灰。不过阿图岛的惨败也让日军意识到继续困守基斯卡岛毫无意义，于是1942年7月底，日军舰队利用美军舰队回港补给的空档，将基斯卡岛上近6000名士兵分批撤回。到了8月15日，美军和加拿大军拼凑3万人登陆，岛上除了日军布下的陷阱，只剩下3只被弃的狗。讽刺的是，尽管美军几乎未遭抵抗，大雾导致误击，加上一艘驱逐舰撞上水雷，竟然仍造成300多人伤亡，可谓美军打得最窝囊的一仗。下集预告：中途岛战役的惨败让狂妄的日军高层冷静下来，继续对莫尔兹比港施压。美军也针锋相对，将兵力转移到西南太平洋。就在日军陆军试图翻越新几内亚中部山脉时，日本海军在瓜岛修筑机场，成为双方接下来半年鏖战的导火索。为了这个之前无人关注的岛屿，美军竟损失了2艘主力航母和几十艘战舰，而登陆岛上的3万日军大部分成为孤魂野鬼。联合舰队战前苦心积攒的精英飞行员也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海军再也无法扭转战局，请看下集《瓜岛之战》开端。